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2025年的元旦已经过去，在2024年12月29号、30号的2期节目里，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发射热防护、推力史热防护、整流罩隔热和再入热防护。在节目中，我曾经提到，我会另找时间向大家介绍 X37B、追梦者和星舰上使用的防热瓦。今天我就来兑现这个诺言，向大家介绍 Tofroc 防热瓦，这款应用于 X37B 星舰和追梦者号航天飞机上可重复使用的防热材料。Tofroc 是继航天飞机之后第一种经过实际验证的轻质耐热型防热材料，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整体增韧抗氧化复合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耐高温的增强型碳纤维碳化硅材料。最初是 NASA 的艾姆斯研究中心专门为美军的 X37B 项目开发的一种热防护材料，它主要被用在 X37B 在返回时受热最严重的机鼻和机翼前缘等部位。它的作用相当于以前航天飞机上相同部位上使用的 RCC 防热瓦，但它的制造成本却比航天飞机上的 RCC 防热瓦低很多，大约只相当于 RCC 的1/10，密度是 RCC 的1/4，生产周期也只有 RCC 的1/5到1/3。艾姆斯研究中心还因为研究出 Tofroc 而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发明奖。我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经向大家介绍过，载入大气层的航天器上使用的防热材料主要可以分成烧蚀型和耐热型两种。一次性使用的返回式航天器大多采用烧蚀型防热材料，但对于多次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烧蚀型防护材料就不是那么合用了。特别是当航天器需要频繁的发射返回时，人们就希望为航天器找到一种能够多次重复使用的防热材料。经过不断的研究，人们先后研究出金属基复合材料、树脂基复合材料、气凝胶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碳复合材料等耐热型防护材料。现在人们更多的是把这些材料组合起来使用，以期达到最优的效果。就比如树脂基复合材料和气凝胶复合材料，虽然耐热温度不及陶瓷基复合材料和碳复合材料，但它们在热环境下会具有良好的韧性和粘性，就非常适合用来做防热瓦的底层材料，让它们直接接触航天器的蒙皮，消除防热瓦表面的碳材料或陶瓷材料和航天器骨架蒙皮因热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热应力。因此，如果想说的精确点，我们就已经不能再说什么防热材料了，而应该说是防热系统。不过，为了叙述方便，除非特殊的声明，在本期节目里，我还是用防热材料来代指防热瓦最为重要的表层防热物质。对于目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在它们载入大气层后温度最高的区域，人们铺设的全部是碳复合材料或者是碳化硅陶瓷材料的防热瓦。所谓的碳复合材料，第一个碳指的是碳纤维，第二个碳指的是碳基体，所以这种材料从本质上讲就是碳。但这两种碳在分子构型上并不相同，碳纤维的分子构型是一维的，而碳基体的分子构型却是二维的。在材料中，碳纤维起到了增加结构的强度和韧性的作用，而碳基体则在碳纤维间起到了连接和传递载荷的作用。虽然说碳材料耐高温、耐腐蚀，即使在2500摄氏度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碳在400摄氏度以上非常容易被氧化。大家还记得爱迪生发明白炽灯的故事吗？为了能让碳做成的灯丝长久的工作，他必须将灯泡内抽成真空，甚至后来在灯泡内充入氮气，就是这个原因。在防热瓦上，我们同样要防止碳被氧化，
所以在实际的使用中，需要对碳材料进行改性处理，添加一些其他成分来提高它的抗氧化能力，或者在材料的表面覆盖抗氧化涂层，直接隔绝环境中的氧气。我前面介绍过，在航天飞机的鼻锥和机翼前缘上使用的 RCC 防热瓦，使用的就是碳材料的一种。RCC 本来的意思就是强化碳复合材料，所谓的强化就是说有添加剂或者涂层来增强抗氧化能力。同时 RCC 中碳纤维的编织方法也有针对性的改进，从而提高了碳纤维的强度和韧性。看过我前面那期讲载入热防护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得，在航天飞机上总共使用了4种不同的防热材料。除了在航天飞机上受热最严重的机鼻和机翼前缘使用了 RCC 防热瓦之外，在机腹等受热条件稍好的区域，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 HRSI 的高温表面防热瓦。这是一种硅基材料的防热瓦，其实就是一种陶瓷基复合材料。此外，还有一种性能更好的陶瓷基复合材料，也就是碳化硅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就是把碳纤维嵌入到碳化硅基体中。碳化硅就是一种陶瓷，相比于碳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在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上更为突出。但由于陶瓷比较脆，所以必须要加入碳纤维来增强它的韧性。人们在超跑和方程式赛车上看到的碳陶瓷刹车片，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当然，还有一种升级版的防热瓦表面材料，就是碳化硅材料。它是用碳化硅纤维来作为增韧骨架，填充到碳化硅基体中，这样材料的性能就更好了。但是 Tofroc 防热瓦的性能比这种碳化硅材料的防热瓦的性能还要好。Tofroc 防热瓦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防热系统，它是由多种材料组成的双层结构。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出， Tofroc 可以分成 ROCCI 和 AETB 两层。ROCCI 中文名叫耐热抗氧化陶瓷碳绝热材料，它就是把碳纤维嵌入到碳氧化硅基体里形成的防热材料。相比于碳化硅，碳氧化硅的化学稳定性和热振稳定性都要更高。化学稳定性是指它不容易被氧化，热振稳定性是指在温度快速变化的时候不容易发生破裂。我们都知道，普通的冷饮玻璃杯如果直接倒入开水，很容易就发生炸裂，这就是它们的热振稳定性差的原因。而那些热饮玻璃杯，即使倒入开水也不会炸裂，就是因为这种玻璃杯已经经过了改性，热振稳定性更好。碳氧化硅还有一个特性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它比碳化硅拥有更低的热膨胀系数，这就意味着它的尺寸稳定性很强，更不容易在航天器载入的时候发生热裂的问题。要知道，当航天飞机载入经历高温时，防热材料的外层与底层，也就是航天器的蒙皮直接接触的部分，温差是很大的。如果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很大，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内外温差下，会使得材料内外尺寸变化有很大的差异，从而产生更大的热应力，而增加防热材料破碎的风险。所以材料的热膨胀系数越小，在巨大的内外温差下发生破碎的概率就越小。介绍完了 ROCCI 层，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下面的 AETB。AETB 是一种增强的硅锂酸盐隔热垫，主要由 Nextile 纤维、氧化铝纤维、硅纤维和氧化硅组成，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它相对柔软，这样就能抵消内层的舰体结构和外层的 ROCCI 防热材料在不同温度下因膨胀系数不同而造成的外形尺寸差异。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 ROCCI 和 AETB 已经很神奇了？然而事儿还没完，这样的 ROCCI 和 AETB 还不能直接用来做 Tofroc 防热瓦，
还需要对它们进行特殊处理。对于 ROCCI 的表面，首先要进行 HETC 处理，就是把它浸泡在含有二硅化胆和其他物质的溶液里，以便形成坚固的表面。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增加材料的热辐射能力，加快散热的速度；第二是降低催化效率，提高化学稳定性。然后还要在形成的 HETC 表面之上再增加一个 RCG 涂层，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抗氧化能力。RCG 其实就是一种反应固化玻璃涂层，它是硼硅酸盐材料通过特定的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固化形成的。对于 AETB 材料的表面也是需要进行特殊处理的，所采用的工艺就是 TUFI。 这种工艺跟我刚刚提到的 HETC 类似，只是比后者缺少了二硅化胆这种成分。由于缺少了二硅化胆，所以相对来说 TUFI 所能承受的温度要比 HETC 稍微低一些。在完成了上述这些工作之后，最后再把 ROCCI 和 AETB 通过机械连接外加粘合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 TOFROC 防热瓦。大家不要以为 TOFROC 只能做成防热瓦那样的片状，实际上 TOFROC 可以被做成各种造型，而星舰上所使用的只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类似于航天飞机的陶瓷防热瓦的形态。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各种不同形态的 TOFROC 防热部件。说起 TOFROC 的特点，除了耐热温度高之外， TOFROC 还具有密度低的特点。航天飞机采用的 RCC 的密度是 1.6 克每立方厘米，而 TOFROC 只有 0.4 克每立方厘米，这就对航天器的轻量化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降低航天器的自重。另外，对于在迎风面大面积使用 TOFROC 的星舰来说，这个优点还可以使飞船的迎风面和背风面的质量趋近于平衡，降低配平的压力。节目做到这儿，关于 TOFROC 这种防热方案我就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星舰上所使用的防热瓦是在引进这项技术之后，结合星舰的特点，在 TOFROC 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的改进，但整体来说，它所延续的还是 NASA 为 X-37B 所研发的防热系统。然而 NASA 帮助的不只是 SpaceX， 它还把 TOFROC 授权给了波音公司和塞拉航天公司等企业使用。我们不仅能在 X-37B 和星舰上看到 TOFROC 的身影，在未来像追梦者号小型航天飞机以及其他新型可重复使用航天器上，我们还会更多的看到它的身影。好，关于 TOFROC 防热瓦，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